考虑清楚了？嗯。好，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。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，我对员工要求很严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工作中绝对不可以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，能做到吗？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这是公司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走，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咱们的同事。大家停一下手中工作。张总好。张总好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是我们北部新来的市场部经理王源。大家好，希望日后多多关照。这边，这就是你的办公桌。给你半天的时间熟悉一下公司资料。放心吧，张总。那个孙子不接我电话，你不会晃点我吧你？喂，文静，哎呀，我胖子。胖子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什么猎头啊？猎头？猎你个头啊！我想帮朋友找一工作。我哪来那么多朋友啊？猎头我不认识，这样吧，我刚好工作室在招人，认识一个线上招聘经理，我把电话给你。靠谱吗？这个？我推荐的人，你竟然问我靠不靠谱？哎，谢谢，麻烦你把电话给我啊。啊，等着吧，一会儿发给你。资历看起来还不错。啊，那您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吗？其实他可以直接上前程无忧投递简历。你看，这些职位都不错，以他的条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肯定没问题。嘿，哎呦，大哥，你吓死我了你啊！哎，怎么还堵我家门口来了？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你手机也打不通，我只能到这逮你啊。真是怕了你。不是，我说你得有多喜欢那姑娘啊！啊，这么帮她忙活，两码事儿。我大话都说出去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给你交代那事儿有明白没？啊，正要找你呢，这不刚空出来一个，职位呢和他原来的差不多，就是薪酬方面你的要求少点儿。什么职位啊？啊，销售经理。又是销售。怎么不愿意干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等的人多着呢。我跟人说是我的关系，人才把面试的名额空出来的啊。我没说不愿意啊。几个名额？好几个。我跟他们说，先让他试试，不行再换人呗，应该没问题。行，把联系方式给我。哎，你可记着啊，你可欠我一人情。哥们好几年没干过这种事儿了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面试啊？后天上午。这么急啊？啊，那我赶紧走，通知人家。谢了啊，回头请你吃饭啊。你再重新做一下，行吗？好的。我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，胖子。下班以后一块儿吃饭呢。我给你个惊喜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到时候见面再说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你笑什么呀？到底什么事儿那么神神秘秘的？我给你带来一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帮你找了一个工作，特别适合你，而且我跟那边联系了，只要你后天拿上简历过去，肯定行。你帮我找工作了？对啊，那边公司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职位规划非常好。
胖子，哎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你找着工作了？就是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，她是合创的老总，他们那儿缺一个推广部经理，我就去了。今天第1天上班。找着工作就好，找着就好。胖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找工作。没事儿，那就是我一哥们儿，跟他说一声就行。胖子，来了，哎，赶紧坐。打心眼啊！是，有些话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怎么了？王源自己找着工作了，明天你跟公司说一声，面试取消吧。怎么，他又找到别的工作了？哎，不是胖子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？啊，你知道我为了这工作费了多少心吗？打了多少电话，光你电话我接了几10个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这活我不接，你非逼着我接呀。他能找到工作，你找我干嘛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等着应聘这个工作吗？我都跟人说了，把他推了，就把面试机会留给他。你让我怎么跟人说去？不是，你说我怎么跟人说？我知道是让你为难了，所以我今天请你吃饭，给你赔礼道歉。吃饭就行了，我没地儿吃饭了。好了，你消消气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好吗？再说那么多人抢呢，你随便给他们安排一下。这是两回事儿，一码归一码，有你这么办事的吗？要么这样行吗？你下次给我安排职务的时候，除了公司提成，年薪我给你8%，这行吗？等你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。哎，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挺靠谱的人啊，这以后你说话我得琢磨琢磨。我说话算话啊！哎，点菜，来，我点是吧？哎，爱吃啥点啥。服务员，咖喱蟹3只，吃得了吗？你这龙虾最大的多少？3斤。啊，行，减一个吧。象拔蚌40。怎么，不让点啊？没有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哎，点啊点。哦，行，那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杨老师，吃个苹果啊。谁呀？哎，韩文静。哎呦，哎妈，我出去一下啊。我说这个文静啊，她叫的这个名字倒是文文静静的，人呢可是个风风火火的。她就那样，多动症。哎，你说你住在这儿啊，和住在你那儿有什么两样啊？整天的不着家。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哎，晚上等我吃饭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，不等啊，等我啊。小北，快啊！哎，我还没告诉你见谁呢。见陈晓峰的现女友叫小庄，你把她约来这干嘛？你俩要决斗啊？我跟她决斗，至于吗？我有那么粗鲁吗？动动脑子。现在外部环境已经被我营造的差不多了，只剩2个难题了。哪2个难题啊？一个是他的小庄啊，还有呢？我父母。你打算怎么攻克？对付小庄就用万劫教我那个杀手锏。又是万劫教你的？哎，你爸妈还不知道陈晓峰这人呢吧？仗要一个一个的打，堡垒要逐个攻破。我打算先攻破小庄。不是你待会儿怎么说呀？开门见山啊！啊，连点铺垫都没有啊？铺垫什么呀？现在都已经微博时代了，开篇就得吸引眼球，超过140个字谁听啊？哎呀，你别坐这儿，你过来，你坐那。怕我看你丢脸啊！好。哎，长好看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是我？好戏在后头。你好，你好，服务员，来2瓶苏打水。谢谢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我知道，我打电话约你见面，挺唐突的。我是陈晓峰的前妻。前妻？你不知道他结过婚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大概也无所谓吧。我想，他可能是不想提起你们以前的伤心往事。那你也应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吧？大概感情不合吧。你说对了一半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一个女人想要找丈夫，就要去问她以前的女人。当然了，你都不知道有我的存在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里面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原因。你说吧，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我和小峰认识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真的看不出来他以前结过婚。据我所知，你跟小峰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也就几个月吧。我一猜你就不知道。那我能问问你为什么离婚？说来话长，那也就长话短说吧。我跟小峰3年前认识的吧，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。那个时候他比现在要阳光，也很帅。我们俩一见钟情，迅速地坠入爱河。那个时候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温柔体贴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。你能说重点吗？因为你们既然那么好，为什么要离婚？你总得听我说完我们是怎么结的吧？行，在朋友的鼓动下，我们俩迅速的结婚，闪婚。然后一结婚，感情就不和了。婚后他对我很好，依然那么体贴。可是我们的幸福婚姻只维持了1个月，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给打破了。他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搞到一起了，被我作奸在床。这个故事好像并不新鲜。我最好的朋友是个男的。男的？我跟你说这些，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。我真的是心疼你。我觉得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，就注定是一世的痛苦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痛苦的深渊里走出来。我不想你步我的后尘，真的。怎么样？我演的怎么样啊？太不错了，愤怒、悲伤、无奈，各种情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看见他表情了没？看见了，人孩子脸都吓白跑了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也知道啊，这回他们俩是不是要分手了呀？哼，不一定。我告诉你，孩子，人小张现在就找陈晓峰去了。找呗，我也没说我是谁，他也找不着我头上，应该不会去问吧？吓都吓死了。你跟樊斌最近怎么样了？还是不死不活的？要么你死我活，要么不死不活，还能怎么样？哎，王源都跟我说了，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在你妈家住着呢，是不是？实在是不想回家住。你总在你妈家住着能成吗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我不能送你，我要去找程程。那我怎么办？要不你打个车回去？你也太过河拆桥了吧！这大热天的，你就不能送我一下吗？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后边有辆计程车。太过分了吧！你快点，来不及了，你快。拜拜，韩文静，你这个畜生！你喜欢吃？王总，您不去吃午饭吗？你们先去吧。啊，好。
小北，你中午有事儿吗？一起吃个午饭吧。好，待会儿见。这么急找我干嘛？怎么啦？新公司干的不顺利啊？挺好的，是胖子的事儿。胖子，胖子得罪你了？没有，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偷偷的帮我找工作。昨天突然告诉我说找着了。可怜的胖子啊！哎，他给你找什么工作好不好啊？还行，比我现在的职位稍差一点儿，一个小公司的销售经理。那是不如你现在的工作。不是好与坏的问题，关键是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公司做了，我总不能说不干吧。我觉得胖子现在全身心全扑你身上了，可怜的胖子呀！他为了帮我找工作，什么招都使了，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他的。放心吧，没事儿，我待会儿就去劝劝他，安慰安慰他。都怪我自己没出息，让他这么费心。你干嘛这么说啊？谁还没个需要帮助的时候？是，谁都需要帮助，可是人与人需要帮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么大的一公司，张总一句话就定了。那么小的一职位，胖子就差当三陪了。有权有势固然重要，可哪来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啊？像我就不愿意当国王，我就愿意坐在台底下，当那个鼓掌的人。你跟我是不一样的，你就算在台底下鼓掌，也有个凳子坐。可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能蹲着。大姐，你想多了吧？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。请我喝咖啡。好啊，20块钱以内的。20块钱，拿铁还22呢，真抠。怎么，给人王源介绍工作，人没去，特伤心吧？不光是很伤心，是钱也很受伤。钱受什么伤啊？我今天被那猎头狠狠宰了一顿，宰得我肉都疼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等王源有了钱，让他给你报销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就是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来，心里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能理解，但估计王源心里也不好受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就说，你给他介绍工作，他特别感动，后来也没去成，他觉得特别对不起你呗。那他还真的很感动。那当然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嘛，能不感动吗？可是我老感觉离王源很远很远。谁让你喜欢王源了？我告诉你，王源可不是那种2、3天就能追到手的姑娘。你要是想追她，就得一直对她这么好，她也许有一天就会感动。那你说，我有希望吗？有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记住了。这么快就不受伤了？伤是伤，追不还是得追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碰上那个前程无忧的人了。他们说他们是网上招聘，什么职位都有。就王源的资历，上网直接发简历，什么职务都能选上。如果下次，你看我这乌鸦嘴。我告诉你，胖子，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这次这么好的事都让你给岔过去了，下次有什么事你提前跟人沟通一下，知道吗？我记住了，血淋淋的伤疤。这样吧，你请我吃饭补偿我一下。凭什么我请啊？为什么不能你请啊？你见过有女的请男的呢吗？不是，那我请你买单。女王驾到！文静姐，按照您说的，招聘信息我在前程无忧上发出去了，收到了好多符合要求的简历。要是有人应聘的话，替我筛选一下。谢谢。小北，
小北，起来啊！起来了，都快5点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去医院找了一个小密探。小密探就是个小护士，他跟我说，他和陈晓峰中午接了一个电话之后，突然脸就变臭了，闷闷不乐一下午，跟谁都不说话，估计是分手了。看来有进展，恭喜你啊！哎呀，可怜的小庄啊，陈晓峰这么好的男人都不知道珍惜呀，不知道珍惜？对呀，他不信任陈晓峰啊。一看他俩关系就不好，要不然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？嗯，有道理。哎，我要去回邮件，记得快件。哎，晚上你吃饭啊。嗯。哎。喂，哎，我不是韩文静，我是韩文静的好朋友周小北。哦，你还记得我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文静就在旁边呢，她不好意思跟你说话，她其实挺喜欢你的。哎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听我说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晚上6点半，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好，晚上6点半啊，不见不散。哎，不见不散。哼，少女中色情。刚才我是不是电话响了？嗯，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幻听了，幸福来临太突然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点急事要去办。晚上6点半，咱俩在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不见不散啊！好，走了啊！你快点啊，别又迟到啊！这周小北就知道迟到。文静，文静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文静，你也在这吃饭，好巧啊！女孩子就是那么爱面子。我在这等一个朋友。我知道，我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。送给你。你要干嘛呀？两情要是相悦，为什么要饱受思念之苦呢？文静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？是，我就是要向你求婚。你别给我跪下啊！文静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疼！你今天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？不是你说的你想我吗？让周小北告诉我说咱俩今天在这见面啊！周小北，你死定了！文静，我爱你，但是与你无关。跟我无关是吧？那我走了啊！啊，文静，文静，我爱你！文静，陈斌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这儿瞎逛呢。有什么好瞎逛的呀？还不赶紧回家？那个，小北这几天跟你在一起吗？他在哪儿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真行，你们做男人的就应该主动一点儿。我怎么主动啊？他都不理我，电话都不接。她是你老婆哎。再说，女人有点脾气不是应该很正常的吗？她前2天还跟我埋怨说你不去看她呢。真的？真的啊。她其实早就想跟你和好了，亲口跟我说的哦。是吗？嗯。你想啊，她一怒之下回了娘家，怎么可能一个人灰溜溜的再回来呢？所以你得主动点去把她接回来，给她个台阶下。在这晃来晃去，能把她给晃回来啊？
你赶紧去吧，把他找回来。再不找回来，不知道干出多少荒唐事儿呢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真面，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。上居。爸。回来了。啊。哎，赶紧走了啊！上居江，上居。下棋呢？嗯。哎，樊斌，走。爸，我先上个洗手间。啊，我去。谁让你来我们家的？小北，我想跟你。你跟我爸妈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行，你别乱说话啊！有什么话回家说，你要乱说话，我跟你没法。哎，樊斌，赶紧走了。谁赢了？嗯，谁赢了？谁？我赢呗。哎，樊斌，赶紧走了。走啊！哦，好。妈，做饭呢？樊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啊，刚到。他说是出差刚回来，没回你们那儿，就直接奔这儿来了。哎呦，你也真是粗心，人家都跟你说了今儿回来，你都给忘了。哦，这两天事儿太多，忘了。嗨，你呀也得多关心关心人家啊，毕竟是夫妻了，对吧？嗯。走。嗯，好。我好。嗯。啊。哟，这。哦，那个樊斌啊，天儿这么晚了，你今儿就别走了，住这儿吧，啊。妈，没事儿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回呀？回。啊，行，那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妈，先走了。嗯。表面上看来，我越来越找到了一个人生活的乐趣和好处，而实际上，我早就知道这场闹剧最后必定会以某种我不情愿的方式无疾而终。到目前为止，唯一对这场婚姻感到安慰的是我的父母，这是他仅存的一点可怜的意义。而且，不可否认，樊斌对我还有感情，这一点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。虽然那不是爱情，那是平时浑然不觉，一旦失去便会痛彻心扉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还潜伏着一个最可怕的杀手。他无处不在，日夜随行，哪怕激情已经不在，婚姻形同虚设，二人同床异梦，他也不离不弃，始终跟在我们左右，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这个杀手叫做惯性。离婚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不想离婚。为什么？你心里不是从来都不愿意结婚的吗？我想。回头想想，这场婚姻就是一场独角戏，从来都是我想干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我从来也没问过你想怎么样。小北。喂，小北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我想带她到医院检查一下。你有认识的医生吗？韩文静不是认识常晓峰吗？我不好意思麻烦他，我跟他又不熟。再说，我想去大一点的医院。哦，对了，我妈有个老同学在医院，要不然我帮你问问，
看能不能约个专家。对，还是把他带过来检查一下比较放心一点。我约好告诉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北，咱们俩别闹了好吗？不闹了。从此以后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咱们俩互不干涉。睡吧。小北，我知道你没睡着。你以前睡着的时候，总是不自觉地转过身来，靠着我。我突然想起来。我们以前住在301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很苦，你总哭。现在的日子好了，我们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很破，也没有什么家具。房东也很苛刻，我们都刚大学毕业，刚找到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们老吵架，你还记得吗？经常吵着吵着，我们都乐了。也老经常说一些掏心掏肺的话。小北，我们俩好好聊聊吧。啊。樊斌。我和李李上床了。什么？你和李李上床了？小声点儿。不是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就是随便一说，骗樊斌的。你激动个啥呀？肯定不是骗人的，真的吧？周小北，你也出轨了？这回你该离婚了吧？这回就更不用离了，大家公平了。你有病啊！你跟樊斌还没过够，这么多年你不恶心吗？恶心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肯离婚啊？我不离。为什么？这么快离了，我爸我妈受不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谁呀？李李，我就说吧，周小北，你还敢狡辩？那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慢点啊。行了，周小北，出息了。哎，你信吗？他说他跟那个李李没关系。我信。我不信，肯定是真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人小北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啊。我怎么听说你把程晓峰的女朋友给搅黄了？好像是。什么叫好像是啊？你还不好意思承认啊？没不好意思，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心虚。你韩文静还能心虚呀？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
王源，就算你去了一个豁大的公司，也不用这么卖命吧？今天是周末 ，weekend， 我去车站接我妈。哎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啊，把你们俩一块送回家呀。那边不好打车的。司机师傅和主任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他这么谈人是不是真的？肯定不是真的，我相信他。妈，你累不累？我还好，就是我旁边那个人嘛，一上车就吐了一路，哎呀，一看就不是出远门的。妈，上车。那是你们单位给你配的车啊？我哪有这个级别呀？那是我朋友开了车。阿姨，哈哈，我是四川话怎么说？文静，我是文静。哦，文静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司机啦，有事你就吩咐我，我可以带你到处去逛啊。好，你看人家年龄跟你差不多嘛，都开那么好的车了，你呀交朋友就得交这个样子的，跟人家学到点。我听懂了，阿姨，我这属于运气好，这车是我刮彩票刮出来的，多跟他学到点，运气好。快上车了啊！新政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辆 ATS 是一款豪华运动型轿车，它拥有功率高达200千瓦、高性能发动机，同时它是轻量化的车身设计，而且富有极致灵敏的操控性。您可以到这边具体看一下。我看那辆。好，可以。你好。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忙什么呢？最近？忙着从事文艺工作呗。成果怎么样？目前看来还不错。恭喜。好，先生，您先看着。哎，好。啊。那天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啊？就趁你喝多了，对你进行骚扰呗。哎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，在我们家狂吐。我可换了好几次衣服，换一次你吐一次，我换一次你吐一次，吐完了说渴，我是又递水又擦脸，我又拖地，忙一晚上累死我。哎，我没干什么别的缺德的事儿吧？你还想干什么呀？你那么吐啊，你还不缺德吗？以后叫你周3吐。你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讨伐我啊？真不是，我买辆车，颜色拿不定主意，帮我看看呗。有参谋费呢？干洗费抵了。就这个吧。不，这个颜色有点张扬啊。不是你让我选的吗？我觉得红色挺好的，特别适合你的气质，闷骚的气质。哼，听你的。你跟范斌怎么样？关你啥事儿？一会儿哥们带你兜一圈吧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我是为了挽救失足女青年，减少社会自杀率。行吧，那就给你个面子，待会儿送我去超市。美女，就这台了。先生，您要这台红色的对吗？啊，能办保险吗？可以的，你可以到这儿直接购买平安车险就可以了。这边请。你从你妈那搬出来了？你那天喝成那样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啊。我突然想起你在北京跟我说的那段话：与其双方痛苦，不如让对方痛苦。我说的可是结婚之前啊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啊？我又没结过婚，你问我说不清楚。哎，你把我放在前头路口吧。前面的十字路口。好。阿姨，我送你们上去吧。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啊？我今天不陪你吃饭了啊，我过2天来看你啊。谢谢哈，走了，阿姨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哈。
慢点开。哪一节？累吗？这车怎么样啊？你有病吧？你跟小北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干嘛？你别跟我装傻啊！小北都跟我说了。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跟他上床了？不，咱们开什么玩笑？咱们俩，啊！你跟他睡了没有？咱们俩这么多年哥们，你不信我吗？你说睡了没有？睡了。你，让你睡，我这。圆圆啊，那个房子好少钱一个月呀？1000吧。哎，天哪，那么贵！怪说不得你一个月寄那么点钱回来哟。唉，一个人住那么贵的房子，有张床都行了嘛，屋头睡个觉的嘛。妈，你坐了一天的火车，肯定是累了，来坐。明天我带你到医院检查下身体，人我都联系好了。哎，晚上我带你出去吃啊。花那个钱干啥子嘛？在家住，省钱些。好嘛好嘛，我都好久没得吃过家乡菜了。哎，我不是来给你做饭的哦。不用你动手，我来做，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等下我就去买菜。那还差不多。哎，妈，不是喊王姨陪你来吗？她咋个没来啊？她来干啥子嘛？一个大小伙子又不会照顾人。去哪儿了？跟别人睡觉去了。睡得好吗？还不错。你呢？你跟别人睡得好吗？还没睡呢。哎呦，看什么报纸啊？天天的看报纸。哎，老公，你看看我这新面膜怎么样？贴合度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贴。干嘛呀你？你至于吗？你说我跟你说句话真够费劲。哎，我前2天办了个美容卡，我一直在做美容，我觉得我皮肤最近特别好，你给我看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嫩了吗？你爱他是吧？我爱谁啊？行了，你别跟我装了，工作都给人找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们都是朋友，原来还是同事，都不容易。给他介绍一份工作，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吧？朋友，你怎么不说给我找份工作？你能干吗？想干可以啊，明天我就给你找工作去啊。我怎么就干不了啊？哼，你默认了吧？我默认什么呀？我彭永辉，你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啊！我不想跟你吵架。谁跟你吵架？啊？我说话也不对，不说话也不对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你这分明是要找我吵架呀！我就想要你句实话。什么实话？我想要你句实话，就这么难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实话？想听实话是不是？我现在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实话就是这么过日子太没劲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我睡沙发。
周小北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小北，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谈一下。我们俩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你还要闹是吧？我不想跟你闹。樊斌，咱俩同归于尽吧。 哎呀妈，今天吃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你干嘛了？嘿，看啥去饭桌了？你爸要跟我离婚。那咋不开这种玩笑啊？这个老东西，真的？你问他去，你问他去。老头儿，你跟我妈又吵架了？没有。那她哭什么呀？我要离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原因呢？没有。是不是做梦呢？老头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没事儿啊？你是不是抱二奶了？你怎么想都行，我就是要离婚。婚姻法规定了，婚姻自由，我现在想自由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就是我连午饭都没吃呢，啊，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呢。快说呀！小庄和程晓峰分手了。小庄那么快就相信了？嗯哼，程晓峰亲口告诉我的，说小庄给他发了一短信说分手，程晓峰打回去追问原因，不接，再打连号都换了。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儿吗？你干嘛呢？这是啊，闷闷不乐的。关键是，我爸我妈也要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问都不说。真是为老不尊啊！不是，那你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，你总不能就让他们这样离了吧？离呀，谁怕谁啊！我跟我妈说，你大胆离，我早晚有一天把这狐狸精查出来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你爸在外面有人呀？不是这原因，还能是什么原因啊？啊，也是。你爸你妈不是感情挺好的吗？你们都看着吧，我不把这狐狸精查出来，把他大卸八块，我就不姓韩。我现在就不姓韩。我跟我妈姓，你们都记着了，以后管我叫姜文静。好好，这样吧，以后为了避免姓氏纷争，我们就忽略前缀，直接叫你文静。这老人就跟小孩一样，他们冲动你不能冲动，你再冲动那就等于火上浇油了。对呀，这气头上的话真不能当真啊！你回去再劝劝他们，你说他们这么多年了，总不能说离就离吧？是啊，你们不知道，这老家伙现在已经鬼迷心窍了。他不光不要我妈了，他连我都不要了。我问他，哎，我说你们俩离婚，我跟着谁啊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你早就过了法定监护年龄了，不需要跟谁了，你有自主权，少拿这套威胁我。我昨天才知道，他已经拉着我妈去把离婚证都领了。我一定好好的过给他看。他不是不让我找医生吗？我偏找，我不光找，我还要当未婚妈妈。哎，你可别冲动啊！
这结婚可不是随便说说。你看我现在活脱脱的一教训。得到什么教训了啊？你跟樊斌都那样了，不还过着好好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跟樊斌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他还问你丽丽的事儿吗？樊斌气疯了，拼命追问细节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要追问细节的话，你干脆看黄色小说去吧。你说你除了整天让我们担心受怕之外，你有什么实际行动？我没有什么实际行动，就是这场婚姻最严重的后果。什么叫难言之隐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跟樊斌都成什么样了还不离婚？为什么不离婚啊？你们俩又不像别人有孩子，可以拿孩子做借口。你们俩没孩子，哎，樊斌给你下什么蛊了啊？人家王源和那彭永辉都分了，我跟他就没大。哎，我问你，彭永辉是不是又缠着你了？最近？没有。不过我听说他现在挺不好的啊。哎，你不会到时候脑子又一热回到他身边去帮他了吧？你放心吧啊，我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了呢，还顾他呢。我现在净顾我妈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妈怎么样了？你妈介绍那人还真的挺靠谱的，帮了不少忙，也没排队。已经详细的检查了一下，不过这个明天才能拿到。可是我现在其实，我真挺担心的。我妈年纪那么大了，而且平时根本就不注意身体，我真怕她万一……哎，你放心，千万别这么想。这老年人即使有点小病小痛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话我明白，这道理我也懂。可是你说她是我妈，我怎么可能放得下心呢？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。奇葩，没说你的，我说我爸呢。剧本接近尾声，我一咬牙，违背心意，把结尾从悲剧改成喜剧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自己活的悲剧写得再悲剧，前路看起来更加没有希望。剧本就是这么个东西，想把它写成什么样就可以写成什么样，不管什么样的结局，都可以找到理由让它成立。不像生活，常常会走到你愿望的反面。另外啊，由于淋巴癌细胞扩散，导致骨髓受损，出现了溶血性贫血，化疗一段时间吧。如果时机成熟，我们可以考虑干细胞移植。总之，我们肯定会尽力而为的。好，那作为家属啊，最近一段时间的花销可能会比较多些，你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好吧？谢谢，不客气。去趟洗手间。送你回家吧。我陪你聊聊吧。不用，我先回家了，拜拜。干嘛？
还真不过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？汇款。请问收款方您认识吧？认识，我朋友。好的，谢谢。请稍等一下，请您在汇款用途这请填一下，谢谢。啊。谢谢，请输一下密码，谢谢。您的汇款业务已经办理好了，如果有任何疑义，欢迎您拨打9511进行咨询。回单请拿好，慢走再见，欢迎您再次光临。好。喂，你在工作室吗？啊，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过来找你一趟。你还为你爸你妈事生气呢？你干嘛来了？就为了问我这事儿啊？出大事了，王源他妈得淋巴癌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淋巴癌啊？这可是花钱的病啊！你有没有王源的银行卡号啊？给他打点钱救救急啊！我有，我发给你啊。我身上钱不多，你那儿要有的话，你多给他打点。行啊，正好老爷子走了后，给我和我妈留了一笔钱，正愁没处花呢。你爸你妈真要离婚了？废话，老头立马就搬了出去，净身出户啊！我总觉得老爷子突然这么做有点说不过去。有什么说不过去的？老了还第二春了。不是，你想想啊。你爸这么毫无征兆的第二春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就没有从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一点线索？就比如说，突然会玩微信了，锻炼的时间明显比以前长了。即使鬼迷心窍，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。不至于什么呀？我看他就是鬼迷心窍，贼心不死，抛妻弃子，都丧失理智了都。哪有这么说自己亲爸的呀？你妈呢？走了，去哪儿了？给他报了个团，出国旅行去了。也好，省得在家里触景生情，以泪洗面。我也准备搬出去。我总算知道你这火爆的脾气遗传谁了。你说人类真是现在越来越发达了，以前说基因能遗传，没想到到你们父女俩这儿，连离家出走也能遗传了。你打算搬哪儿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没得啥子事，点小毛病，可能要住几天院。要住院呐？哎呦，吃点药就可以了嘛。医生讲了，是个小肿瘤，良性的，切了就可以了。还要做手术？我都讲了，是个小手术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有点小毛病都是正常的。医生讲你的身体好，恢复得快，就当陪陪我嘛。这下子好了，我还以为过2天就可以回去。你看嘛，王姨一个人在屋头，又没得人管了。妈，你不要太操心了。他都这么大了，他能照顾好自己。
我了吗？我去做饭。胖子，你明天下午有空吗？我妈来了，身体不太舒服，可能要住几天院。但是我明天下午公司有个会，我怕她一个人在医院不习惯，我想让你帮我照顾一下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怎么是你呀？我和我爸我妈吵架了，他们把我轰出来了。我无家可归了，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2晚？我这倒是有一间客房，但是你住在我这儿确实也不太方便。你就把我当成你的病人吧，好人做到底。你看这么晚了，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？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就住几个晚上。那你先进来吧，我去穿件衣服啊。韩文静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我准备上班去了。啊，是吗？祝你一路平安。那你呢？你不会是要轰我走吧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冰箱里有点吃的，你要是饿了哈，你就自己做点，别客气。啊，那钥匙我留了一把在茶几上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等你回来。好，再见啊。拜拜。小北，猜我在哪儿？你猜都猜不到。就是这儿的37号床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儿，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就行。哎，好。下午可能会有几个检查，到时候我让护士提前通知你。好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没事儿。这个是我的朋友，叫郑远东。我下午还有点事情，我就不能陪你了。你要有啥子事你就跟他讲哈。好。阿姨，您叫我胖子就行，有什么话您说。胖子，我得走了。你忙去吧，这有我就行啊。妈，我走了哈。你有啥子事啊，给我打电话啊。好嘞，快走吧，帮你打电话。阿姨，您有什么需要您就说，您喝点什么吃点什么，我帮您弄去啊。你跟我们圆圆是啥子关系呢？朋友。本地人哈。哎，我是刚从国外回来嘛。哦，国外回来，国外好得很哦。阿姨，你这现在国外没有咱们国内好。那你干啥子工作？一个月挣好多钱？这刚回来还没找工作。哦。房子总该有一套嘛。也没有。
临时租了一个。哦，哎，我们圆圆呐，找对象一定要找个像样的，最好是能找个当官儿的。你看，地位也有了，钱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。你呀，多帮我劝劝圆圆，啊，让她多认识这方面的人，嘎。哎，好哎。哎，我去给您打点水啊。哎，好。经过对往年数据的监测，公司今年的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比相比，有了较大的涨幅。我认为接下来的销售策略，还是应该集中在几个2、3线的城市。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详细资料发给销售部的同事，作为一个参考。好，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。王源，你留一下。有事吗，张总？下午有个招标，会有2个公司过来提案的，你到时候跟一下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那2个公司的资料我叫人给你发过去了，你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效率够快，快什么呀？我们俩关系进入瓶颈期了。我住这个屋。什么情况？你俩室友啊？我是不是很失败？不怪我，陈我这人太传统了，什么都不明白。你坐。哎，我们两个在一起讨论的所有跟流行有关的话题，只有一个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流行性感冒。可以的。刚认识没多久就住到一块儿了，说不定再过1年呢，你们俩就可以牵手了。再过2年，说不定还能接吻呢。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跟李李认识那么多年才搞一夜情，哎呦，这酒后乱性的代价真的太大了，都辞职了。谁辞职了？李李啊！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那天碰见樊斌，他告诉我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别的没说。哎呀，不过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来，他对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愤恨，恨不得把你们碎尸万段，然后放把火烧成灰，撒到大海里。对，而且还不能在同一个大洋，一个得扔南半球，一个得扔北半球，一个呢估计得扔到西伯利亚，一个呢撒到南非的某小水沟里，永世不得相见。哎呦，你们俩都过成这样了，干嘛不离婚啊？我跟丽丽没事儿。就跟你跟陈晓峰目前的状况一样，你跟李李没事儿，那你干嘛要骗樊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心里不是特平衡吧。啊，这样2败俱伤，你爽吗？哎，这谁的？我的，够专业的了，我新买的。你开始学摄影了？对啊，为了拍小孩。谁的小孩啊？我跟程程的。你跟程程的？下一步的计划。有没有看到6块腹肌？切，这有什么呀？以前樊斌也有6块，以前我还有6块呢。你们家樊斌现在就1块，就这样还敢搞婚外情，真行。哎呀，王经理，您来这儿工作了？对，刚来。那可真是出门遇贵人呐，多多关照。这可是2回事。坐。哎，王经理，您走以后啊，公司来了个新经理，彭总对他一直不满意，每次开会的时候还老提你呢。我们开始工作吧。王经理，您看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提案，我们在这块打算投500万，然后这个是100%比，你看一下这儿。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做的提案，我会给你们通知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会等你的电话。
棒子啊！下班了啊。今天辛苦你了。没事，我待着也没事。你要忙，这就交给我了。那怎么行？跟我瞎客气啥？哎，那床头那水果是你买的吗？买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他能吃得完吗？摆着不也挺好的吗？我妈要的吧？不是，是我。什么不是啊？我妈这人就是要面子，肯定看到他们都有，她非得要。哎，她以后要是要什么，你告诉我一声。啊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看你热的。没事。那对，明早你不用来了，我来就行。你也别熬太晚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！看什么呢？啊！这么高兴还不让看？秘密邮件。哈，你吃饭了没？没呢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那我请你吃饭。算了吧，你都无家可归了，我哪好意思让你请我吃啊？那你可以请我嘛。啊，我请可以，但这点呢，就是好吃的都排队。再说，我这累了一天了，也不想动了。那，对了，你厨艺那么好，我们在家做点吃嘛。我冰箱里还有菜呢。我去给你洗。真的。吃吗？还行。真的假的？你尝尝。我刚才已经尝过了，好咸呀！那你之前给我打包的菜都哪来的？这个是炒菜，我的强项是煲汤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你煲个汤吧，我等你。以前的汤都是在饭馆里打包的。Sorry 呀。得嘞，我带你吃西餐吧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玩我啊！走。我们点一个。对不起，二位请先点菜。来。你消费的账单。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有点不舒服。这也太巧了，文静啊！文静，你没认错人吧？别闹啊！真的没认错人？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哎，服务员，加到餐具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男朋友陈晓峰。你好，我叫刘岩，陈晓峰。刘岩，哎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吧？我挺好的呀。你上次连人带车被拖走了，没事啊？那能有什么事？有事我能坐这儿吗？上次特别逗啊，我跟车里正睡着觉呢，呲儿就给我拖走了，知道吗？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他不管你死活，到地方跟我要钱。
哎，那你现在坐这不怕又被别人带车偷走了？不会那么巧吧？你现在这种情况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反正人在这儿呢，拖就拖呗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上次为什么要追着我满街跑啊？我为了躲你，脚都让车给撞坏了，这事儿你记不记得？记得。你去商店假装这个买女性用品，让人给鄙视了，你记不记得？哎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？我就为了告诉你，不要轻易忘记过去。我们俩在一起就是灾难，那最后谁倒霉？最后谁倒霉？你好好想想。也不光是我倒霉吧？你那腿不也让车给撞了？哎，我真是好事儿啊，我得感谢你啊。怎么了呢？要没有你，我能遇见我们家小峰吗？哎，也是。这么，我先去趟卫生间，你们先聊着哈。行，你忙你的啊。那什么叫一遇见我就倒霉？那不都是你闹出来的吗？谁没事吃饱了折腾你啊？命中注定嘛，宿命。我不信命。你爱信不信？神经病！我神经病，我哪儿就是神经病？我像神经病。怎么好了？外边来了好多警察，正在拖车。真的？真的。留言。啊。行。真的来了好多警察。没有啊，你刚才不是跟我这个人吗？我就。咱俩还真是绝配。咱们还是换地儿吧。为什么？一会儿神经病要回来怎么办？哦，对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会拖去。经过昨天下午的提案结果，再加上我对2家公司的资料对比，我觉得鹏程公司更适合我们一些。报价呢？报价都差不多，但是从提案上看，鹏程的业务思路跟咱们公司更贴近一些。行，那就鹏程吧。好，那我现在通知他们，让他们尽快做准备。好。喂，我是王源。对，我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昨天提的提案，我们已经决定采用了。替彭总谢我，那就更用不着了。我是站在我们公司的角度上考虑的，不是看你们彭总的面子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我正要打电话给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送来的提案，但是我们已经决定用另外一家的了，抱歉啊。鹏程。阿姨，你就吃一点吧，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。不吃，一点都不想吃，没有胃口。这些菜一点味都没有。阿姨，这医生都说了，生病期间要忌口，不能吃辛辣。我是四川人的嘛，四川人哪有不吃海椒的嘛？我那一辈子我没得一顿饭离开过海椒。唉，四川人要不吃海椒哦，一点劲头都没得。哎呀，那个病我还不如不看了。他那个书，他还要出声呢。哦，那是电脑，不是书。你不要看我了，电脑，我不会打。哦，我看到过那么大。阿姨，这叫平板电脑，这为了便于携带用的，而且里面电影、电视剧什么都有，一点就能看，可方便了。那么好的东西，肯定很贵。哎，阿姨，要么咱俩说条件吧。啥条件呢？你要是把饭吃了，明天我也给你买个平板电脑，你也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好不好？真的呀？哎，来，阿姨赶紧吃饭。好嘛。哎，这电脑的事儿啊，你千万别跟王源说啊。哎，快吃。王经理。尽快把这个影印出来。好。王源，过来一下。张总吩咐我找你来，说摸一下情况。
上次招标的事儿，其中一个公司告状告到张总那儿去了。告我什么？说你利用私人关系给鹏程公司拉业务，排挤另外一个公司。怎么可能啊？看你的简历，你之前在鹏程公司做过吧？是，我是在那儿做过。可是这次招标，我完全是站在咱们公司的角度上考虑的。可是谁能证明呢？这还需要证明吗？这2份提案摆在一起，换做谁都会选择鹏程的。你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证明。你是知道的，张总最忌讳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。我知道，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张总就说过了。我去跟张总说。请进。张总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次招标的事情。说吧。 2份提案我是经过仔细对比的，鹏程的方案无论是从思路、方式，还有价格等等方面，都很适合我们的具体情况。鹏程的老板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朋友吧？是。但我不是因为考虑到我跟他之前的关系才用他们方案的。正因为我在他们公司工作过，我对他们比较了解，他们的执行力还是不错的。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呢？ 我想避免不必要的误会。恰恰相反，如果你当时跟我说了，我会派别人跟这个项目的，那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可我的确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处理工作的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更没有掺杂什么私人感情。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现在人家已经告到我这里来了，让我很被动。对不起。这样吧，你先出去等一下。 我先看看这2个方案。好。王经理，张总叫您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这个地方你注意到了吗？我注意到了，2边的数字对比很明显，这应该是个小小的失误，落了个小数点。正常情况下数字是胶圈的，自动计算的。 但在导入 Excel 表之后，修订并生成图片的话，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一个小数点出现在这里是件小事，但如果出现在其他方面，就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。在这个问题上是我的不对，我应该及时通知他们进行修改的。这不是修改的问题，这是他们公司工作态度的问题。这种低级错误怎么能出现在方案中呢？ 一个公司如果连做方案都不能严谨，今后怎么让我相信他的执行能力？张总，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继续跟进这个项目。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考虑。抱歉，本来我还觉得可能委屈你了，但是你是注意到了这种错误，还是选用了他们的方案，实在让我很难相信你。你的这种不严谨的工作态度，我同样没办法接受。 而且这件事是我从同事口中知道的，现在公司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我要是不让你走，以后拿什么去约束我的员工？我已经跟财务打过招呼了，会付给你2个月的工资作为辞退金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你可以去财务领钱了。听说是你帮助我的公司拿到了那个项目，我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有意要用你们公司的提案，而是比较合适而已。还是要谢谢你的。哎，等有机会，我去你的公司当面谢你。你不用来了，我已经不在那个公司了。还有，你们的提案也被否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喂？
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就把那项目给彭永辉公司了？唉，你干嘛？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你有病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说为什么以前我们就愣是没发现王云的脑子有毛病呢？王源，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没想别的，我就是觉得他们公司的提案比较好。就算是真好，你也不能给他呀。有点可疑。你们都不相信我是吧？难道就没有点私心吗？一丁点儿。你要说一丁点儿，有可能有吧，那不是主要原因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一沾上彭永辉就倒霉？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不怪他。不怪他怪谁呀？到现在你还在听那老头说话，我找他去。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找他算账啊！你打得过他呀？赔偿王源的精神物质损失费。他工作都没了，你找他有什么用呢？陪着王源去跟他们老板解释，不然他多冤枉，多可怜啊！对，陪着去解释，那不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？背黑锅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是有责任的。这是我以前犯下的错，我现在吃到苦果了。不干没关系，我现在不干活正好，我可以到医院去照顾我妈了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希望我耳朵根子可以清静一点儿。行，我算是遇着两个这么没出息的朋友。你有出息不就行了吗？别跟我说话，都大龄。最近还学摄影呢？对啊。这学着就被你们给搅了。人体摄影哦。哎，一般这学摄影的都什么人去学啊？2类，一类男同学，一类女同学。男同学呢都是冲着裸体模特去的，女同学都是冲着男同学去的。哈哈。看我们家程程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一种激情和隐忍的欲望？看见欲望了？真的吗？从照片里，王源，你看，你看。从你身上一看就是偷拍的，我拿手机都能拍。哎呀，你说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上他了，尤其是跟他四目相对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不好意思。不是，你还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？对啊，人家也是女孩子嘛。你大可不必操心，陈晓峰那种人吧，一眼望过去好像挺深沉、挺难搞定的，实际稍微了解一点就能看个2、5、8万。再说了，没有几个男人面对女色能不动心，即使他不动心，别的地方也动了。时间越长，证明他越重视。好吧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有时间，不知道看看自己老爸去。你说你爸从家里搬出那么久了，你看过他吗？你真是哪壶不提提哪壶。我看他干嘛呀？我有时间还不如陪陪我们家程程。你们家程程是医生啊，人每天都得上班，哪有时间让你看呀？你说为什么咱们仨最近这么倒霉啊？不行，得喝一顿大酒避避邪。走，晚上跟我喝酒去。不喝了，我喝够了。不行，你要不去的话，我就找你们家老头，我还得去医院陪我妈呢。你摄影白学了。删了？不删。删了。你删？好，删。这么早下班？这个是哪儿来的？胖子买的，这个东西好用，高级得很。胖子，我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可能不大适应那儿的工作环境吧。要么我再让那猎头再帮你留意一下。不用，上次那事儿都已经挺对不住人家的了，挺好。我正好照顾我妈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我帮你换班。谢谢啊。瞎客气啥呀？这咱俩谁跟谁？啊，
以后啊，别我妈想要什么你给她买什么，你这东西多贵呀！没事，这我自己的，搁这也是搁。少来吧，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王源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没吃饭呢吗？趁热吃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小北，我就不吃了。你们俩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再说胖子给我买饭了。你去吧，这饭我吃就行。赶紧的去。喂，快去吧。啊，那行，你等我啊。这有我呢，你放心吧。快去，走吧。没事啊，去吧。哎呀，快走吧。有事打电话啊。就为让你吃顿好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。来，你要吃这个。好吃不长肉。你冷啊？不是，这歌词太恐怖了，写这歌的人得什么心态啊？你有病啊？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。多浪漫啊！多恐怖呀！这得多大仇恨啊！动都不能动啊，还得看着你呢。妈呀！你看，谈恋爱的人就是这样，特别容易感动，特别容易忽略甜言蜜语背后的东西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你吃这个。喂，我不回来吃饭了，我跟文静他们在一块儿呢。那你自己解决吧。韩冰，你俩不冷战的吗？和好啦？都这样了还能和好？有没有底线啊？你们俩抬头不见低头见呐。不打算离啦？我凭什么伤身啊？这样不挺好的吗？跟离了一样，出去各睡各的，回来还有个人陪，处处体现和谐。你们俩这样真恶心，虚伪。婚姻本身就是矛盾的，矛盾的婚姻碰上矛盾的人，最好顺其自然，无需费神。人本来就是矛盾的。怎么矛盾了？说金钱是罪恶的，都在捞；说美女是祸水，都在泡；说高处不胜寒，都在爬；说烟酒伤身体，都不见；说天堂最美好，都不去。婚姻是虚伪的，大部分人都在装。要是不仔细观察，谁都看不出来，都跟正常人一样。少拿这蒙我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那你说说，我怎么想的？你什么都没想，你习惯成自然、惯性，你根本对樊冰还存有一丝侥幸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再见。哎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得回家收拾东西，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。你干嘛呀？这饭还没开始正经吃呢，你就走，不是明天吗？改剧本啊？干嘛那么着急啊？这还着急呢？人家希望我今天晚上就过去。周小北，你这工作就是一体力活，顶多算是一门手艺，你跟那个木匠和火车站里扛大包的没什么区别。那要不然这样，你给我介绍一好工作，我就不走了。那你说，什么工作算是好工作呀？钱多活少，离家近，位高权重，责任轻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拉倒吧，我还想要这样的工作呢。那不就得了？我这一样不占，有活还不干。走了，慢点啊。注意安全。你看什么看？赶紧吃吧！你不去看你妈了。你少来吧！你不就想在回头早点回去看你的蹭蹭吗？就你懂我，就你懂我。讨厌。哎，阿姨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
心烦。阿姨，你是不舒服？那我给你叫医生去。我不想回那个房间，那病房里头那么多人，聊天的、看病人的，乱七八糟的。你到了晚上更是打呼、磨牙、放屁的，啥子都有。你白天嘛说不好了嘛，你到了晚上也睡不着觉，不想进去的。阿姨，我给您买一耳塞吧，吵的时候您塞到耳朵里，这样听不见就可以休息好了，行吗？我带那个东西干啥子啊？耳朵里头塞个东西舒服啊？我不要。阿姨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要住单间，一个人住的那种。哎，我正好打水，我问问大夫啊。哎。可以换了。阿姨，这单人间已经没有了。圆圆还我有啥子事情跟你说？哎呦，没得用啊，没得用。明天我就收拾东西回老家，老家清静，还不用心烦，说不定我还能多活2天。妈，你说啥子啊？我妈这又发什么脾气呢？她觉得人多休息不好，想换个单间儿。前2天不是休息挺好的吗？可能是她自己溜达的时候看有人住单间了呗。我妈这个人啊，就是爱折腾。哎，那单间多少钱啊？300。顶这儿3天呢。其实也不是钱的事儿，主要真没单间儿。你找那林大夫了吗？就是那个小北他妈介绍那个。找了，他说那个单间本身就没几个，都是有关预定了，实在是没法照顾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行，好嘞，先走了啊。好，辛苦了啊。没事。妈，确实没得房间，你再忍几天嘛，等一有房间我就给你换。喂。喂，彭总啊，你让我把你问的事儿我给你打听清楚了啊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你们的竞争对手告状到合创的老总那儿，说王源是利用私人关系把这个项目交给你们公司做，让老总给开了，接着把你们的提案也给否定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嘿，老彭，你行啊！听说王源之前在你们公司干过吧？跟你关系还不错，不是你安插在合创的商业间谍吧？别胡说八道，他之前去合创工作过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哦，那这姑娘可太冤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改天请你喝酒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干嘛去了？你除了问这些，你还能问点别的吗？又是公司的事儿是吧？不是公司的事，能是什么事儿呢？你怎么成天公司的？每次回来还耷拉个脸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你说对了，周芳，此时此刻我确实心里想的不是你，因为我跟你无话可说。彭永辉，
可是有一天，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有一天抽出了芽，长出了一只幼嫩的枝条。小王子密切地注视这棵与众不同的枝条，他曾怀疑它可能是一个新品种的猴面包树。爸爸，什么是猴面包树啊？猴面包树啊，猴面包树是一种植物，它的果实呢，大概像足球那么大，形状呢有点像面包。猴子啊，特别爱吃这种树上结的果实。就像甜甜最爱吃面包一样，所以这种树啊，就叫猴面包树。甜甜，爸爸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。如果有一天，爸爸和妈妈不在一起了，你想跟谁住啊？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？爸爸妈妈要离婚呢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有好几个的爸爸妈妈都离婚了。那些小朋友，他们开心吗？不开心。跟妈妈住的，1个星期才能见爸爸1次；跟爸爸住的呢，有的还有了新妈妈。来，甜甜，爸爸接着给你讲故事啊。但是很快这根枝条就停止了生长，开始孕育花朵。小北啊，这是咱们这部戏的投资人张总。张总，张总对咱们这部戏有个建设性的意见，你听听。啊，张总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想怎么改？不急，小文，先给大家来一个才艺表演。好。小北，在这个戏里边给我们小文安排一个角色，有个5、6场就行，戏份不要太多。实在不行，露个脸也可以嘛。小文应该是舞蹈出身吧？要不然这样，我给小文安排一个路见不平的小侠女。有个小偷来抢钱包，小文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，这样呢，既可以让大家惊艳一把，还可以让你在戏里过过打人的瘾。侠女好，我就要演小侠女。我最近买的衣服都是这种风格的，特别合适，真的。不信，一会儿回去我穿给你看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抓紧时间写，你可以在这儿边住边写，总之越快越好。好，那我抓紧时间。好了，小北，你忙着呢啊。好嘞，咱们走了。好，导演您慢走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妈，你多少吃点嘛。哎呀，我没得胃口的，不想吃。哎呀，烦死了。确实是没得房间，你让我咋个办嘛？阿姨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来看你啦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呀？我是文静。文静，你心情不好啊？是不是你熬的不好吃啊？可以啊，挺好吃的。阿姨，多少吃一点嘛。我跟王源在一起之后，我的四川话说的只有啷个好了。你怎么啦？
妈想换单人间，可现在哪来的房子？我没办法。哎，周小北介绍那人你没找啊？我找了，他也没办法。这个医院内科主任的儿子我认识啊，在这实习。真的啊？以前追过我，死命约我吃饭，我一次都没有答应哦。你怎么会知道他近况的？我有朋友圈啊，以前所有追过我的人都建了一个群，时刻监督他们的动向。他能有办法吗？只要我出马，就没有搞不定的事儿。该死嘛干！等着我啊！请问您知道唐俊医生在哪儿吗？哦，刚来，在六诊室。谢谢你啊！啊，不客气。小糖糖，文静，来，快进来。真不错啊，当上医生了。博士刚毕业来这实习。哎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他妈妈在这住院，我过来看看他。结果一进门吧，老太太不乐意了，想住个单间。你有没有办法？哟，这个不太好办，病房紧张。唉，都说紧张，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。哎，下班以后，咱俩去吃个饭呗，我请客。吃饭就不用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吃饭以后再说吧。你拒绝我？刚交个女朋友，特别粘人，晚上还得回去陪她呢。哦，终于交女朋友了，哈哈，太不容易了。你这别人介绍的，挺投缘的。恭喜你，好好处啊。那房间的事儿，你还是顺位帮我解决一下。单人间肯定不行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调个双人间。啊，我谢谢你啊。哎，文静，本事。阿姨，我们不住了，转院。怎么了，文静？你有单间就算了，居然拒绝跟我吃饭。我跟他吃饭是给他面子好吗？反了他！行了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。啊，消消气。我跟他要单间，他给我双人间。双人间有用你就要找他呀。双人间现在有了吗？我刚才去问的时候还说要排队等呢。哎，妈，双人间可不可以？也比在这儿好。这个地方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去换房。不可以。快帮我收拾，快点。哎，王源，这要去哪儿啊？换房间，双人房。有房了？啊，哦，文静找的。你看看人家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你别胡说，爸爸怎么可能不要我们呢？可是爸爸昨天晚上问我，如果爸爸妈妈有一天分开的话，你会跟谁住？爸爸真的这么问你啊？真的，妈妈，你真的要跟爸爸离婚吗？吃饭，宝贝儿啊，吃饭。嗯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宋律师吗？我是周芳，我有事想找你谈谈。由于新婚姻法的出台，房子、车、公司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什么意思啊？
简而言之，如果离婚的话，大部分财产将不属于您。可是他是搞外遇，我才要跟他离婚的。那他愿意亲口承认他是过错方吗？那怎么可能啊！我要一跟他说，他就不承认。那您有真实的证据吗？比如婚外情突然被曝光，一方在情急之下写下的保证书，或者是悔过书等可以表示事实的东西。没有。再比如嫖娼，这需要有警方的笔录，这个呢？也没有。还有双方来往的书信等等，这类资料需要先经过公证处的公证，才能提交法院。还有就是捉奸在床了，收集这类证据的难度比较大，需要通过拍照、摄像等手段拿到确实的证据。不过这个取证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，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吧。好，我好好想想吧。谢谢啊。彭永辉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彭永辉，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彭永辉，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彭永辉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我正在公司跟客户谈事儿呢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不能下班了回家再说啊？我要你亲口承认，你跟王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周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哎呦，不好意思了是吧？行，我换个说法，我要你亲口承认，你跟王源有婚外情。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别无中生有好不好？谁无中生有了？啊？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给你个机会啊！你现在想清楚，你到底说不说？周芳，我是想离婚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婚姻的问题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情，跟别的任何人没有其他的关系。你到今天还想不清楚这一点，那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交流的可能。那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给我。那是什么？干什么呀你？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成全你啊！周芳，用这种办法对付我，太小儿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读 EMBA 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记住，我就记住了婚姻法。有人给你发短信了啊？你今天生日啊？啊，嗨，好几年都不会过了，没事，没事。这样，我给你庆祝生日吧。不用，没事，没那么麻烦。不是你对我妈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反正我妈也吃完饭了。这样，我回家做几个菜，然后咱们吃完饭我再回来。那行，
那我等阿姨查完房我再过去。好，行啊，没事。那我做完饭在家等你啊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喝多了。文儿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们之间该说的、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话可以说。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开始过，所以根本谈不上结束。你放开我！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你等我，等我，我要离婚。你喝多了。我是喝多了，但是我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是醉话，都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还有，你为我把工作都丢了，对不起，我欠你的。但是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生活、事业，所有的一切，我管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真的不是因为你，而且没有任何人让我等过谁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等谁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和我老婆离婚。她太过分了，她居然用录音笔把我和她说过的话全都录下来了。她想干什么？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这么长时间的一段感情，她居然用这种方法对付我。你来就是跟我倾诉你们两个之间吵架的细节吗？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，不然我跟谁去说？你太太怎么对你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没有兴趣掺和到你们夫妻之间去。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不信，我不信。你信不信我无所谓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可以陪你说话。我希望你可以从我家离开。彭总，彭永辉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去医院了。你生病了？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生病了，我去看看她。什么病啊？严重吗？癌症，已经到晚期了。现在的癌症病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也没什么更好的特效药。回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有熟人方便一些。哎，我在跟你说生老病死的事情，你怎么这么冷静啊？做医生的都很冷血吗？我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啊，我对生离死别的感受不比你差。大家嘴上都说生命无常，及时行乐，可是忙来忙去，你也没发现自己有多快乐呀。回头一想，都是瞎忙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。你也别瞎忙了，哎，你洗脸去吧。快点！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；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；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。你站住！
你刚才不是说人生苦短吗？